大家好，我是小草月，今天是极速领域教学的第2集。那在第1集当中呢，教给大家很多新手的基础技巧，例如段位漂移、WCW 喷以及 CWW 喷等等，还有新手常犯的一些错误。如果你还没看过呢，在右上角的资讯卡可以找到。那今天要来教大家在极速领域高手必备的一些技巧，分别是甩尾漂移、侧身漂移、快速出弯、停滞漂移，还有最后在游戏中没有教的双杀断弹。这些技巧呢，在高手中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先从甩尾漂移开始，慢动作指法教学。进入弯道时，漂移键按着不放，第一下方向键秒点秒放，第二下方向键约按 0.4 秒，之后同时按下反方向键跟小喷，之后再点击小喷，就完成了甩尾漂移接上双喷。之后我们用原本的速度再看一次。要记得呢，甩尾键不能放，第二下漂移甩到45度到60度左右，甩太多或太少呢，都会导致双喷按不出来。接着来看甩尾漂移接上 CWW 喷的慢动作指法。甩尾漂移结束后呢，氮气滑至小喷加上反方向键，之后再一个小喷完成 CWW。接着我们用原本的速度再看一次。你学会了吗？那接着呢，我们放一些比较常见的失败例子给大家看。第一个呢是甩尾力道太重，导致呢只剩下一个小喷。第二个例子呢是甩得太轻。虽然技巧名称有出来，但是实际上功能跟小漂是一样的，所以连一个小喷都没有，是最惨的一个情况。那甩尾漂移呢，能用的时机非常的多，像是90度的直角弯，没有弯道较宽的直线，或者是角度比较小的弯道，大约从10度到150度，都能够透过甩尾漂移接 CWW 去通过。甚至呢，在某些地形用甩尾漂移会更快，像是这个上坡。虽然呢是接近超过150度的，但实际上可以透过入弯点去调整，比一般的漂移更快更稳定的通过这个上坡，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撞过那个地方。紧接着要教大家高手常用的第2个技巧，快速出弯。来看一下慢动作指法教学讲解。方向键加漂移点出小漂，之后放开方向键，连续点2下漂移，就能瞬间断掉漂移状态并恢复速度。那这个技巧呢是偏手速的，后面2下漂移呢点得越快越好。接着我们用原本的速度再看一次，基本上呢正常的速度情况下会按得非常的快。如果你没有看清楚呢，可以倒回去多看几次。这个技巧呢也是高手非常常用的技巧之一，用来补气，可以搭配甩尾漂移去做使用，因为甩尾漂移的集气量会比较少一点，可以把不足的气补回来。接着我们来看快速出弯失败的常见例子。快速出弯呢，触发的条件在于必须把方向键都放掉之后空点2下的漂移，可是有时候手在快速操作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精准，所以会导致第一下漂移的时候其实方向键还没有放，而导致快速出弯失败变成小漂。那么小漂的掉速呢比快速出弯更重，而且没有那个回复速度的效果，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再来呢，快速出弯不只是在直线上可以补气，还有很多地方能够去运用，像是通过窄弯的时候能够瞬间将胎痕断掉，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出弯。我们用秋之物语这样地图作为一个例子，在后半段的部分呢，有很多连续的窄弯道，如果用一般的漂移来说的话呢，会拖得太久，而且呢很容易撞到。这边我们就直接点快速出弯之后接单喷，就能够用最快最稳定的速度通过这个狭窄的连续弯道，以及最后的这边也能够用快速出弯迅速将碳断掉之后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冲线。接着要来教高手第3个常用的技巧，停滞漂移。来看一下慢动作指法教学。进入弯道时按方向键加漂移，弯中间快撞到按刹车，之后拉反方向键加漂移，形成段位漂移之后接 CWW 喷。再来我们用原本的速度再看一次。你学会了吗？那失败的例子我就不放了，因为失败的话代表你已经亲上去那个墙壁了。那停滞呢，不只是用来快撞到的时候使用，它也能够增加氮气的累积速度。可以注意一下画面上，按下停滞之后呢，这个氮气增加了速度。原理呢是因为极速领域在漂移的时候，速度掉的越多，集的气其实是越多的。这也是为什么甩尾漂移集气的量会比较少的原因。不过当然呢，停滞漂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调整出弯的角度跟位置。尽管每一次的入弯时机不同，但是你可以透过停滞的长短去让你的出弯更加顺畅。小练习的朋友呢，建议在每一次的漂移都加上一个刹车去做停滞，去加速熟悉这个技巧。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在快撞到时自然的用出这个技巧。接着呢，要教的是另外一个刹车的技巧，叫做双刹断弹。
顾名思义呢，就是点2下刹车，瞬间将氮气断掉的一个技巧。极速领域呢，点1次的刹车是减速，点2次的刹车是倒车。运用这个原理呢，我们就能够将当前的氮气给放掉，只有再衔接一颗氮气去形成 CWW。接着我们来看慢动作的双刹断氮指法教学。在这里呢，先开启了第1颗氮气，配合落地喷加上小喷，形成 CWW。接着进入右弯。进入弯中间，同时点2下刹车，断掉氮气，再接一个 CWW。那这里呢，还用了另外一个技巧，叫做进阶氮气出弯，将会在第3集的教学影片教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先看指法学习，接着我们再用正常的速度看一次双刹断氮。你看懂了吗？如果没看懂的话呢，可以倒回去多看几次。那么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要把氮气给放掉？这样不是很浪费吗？来跟大家解释原因，看一下右边的小地图。假设如果你在红圈处开氮气的话，那么你就会在下一个红圈处没有了氮气，此时你离下一个弯的距离还很远，硬开一颗氮气就会形成厕所喷的尴尬情况，就是在2个弯接的比较紧凑的同时，下一个弯的直线又比较长的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双刹断气，从而避免画面上这样的尴尬窘境出现，还能够让自己再跑得更加快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地图跑法氮气配置。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推荐的高手常用技巧，侧身漂移。让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指法教学。以右弯为例子，进弯时漂移键压着不放，大拇指立刻从右滑至左，确认弯道可以过之后呢，再从左滑至右，进入正常漂移状态之后，点击反方向键加漂移2次，形成段位双喷。接着我们用正常的速度再看一次。你学会了吗？成功的关键呢，在于滑的速度一定要够快，否则的话很容易变成奇怪的漂移。那要记得呢，在滑的同时呢，漂移键是绝对不能松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侧身漂移失败的常见例子。第一个呢是点击方向键之后太慢滑至左肩，而导致车子失控变成很奇怪的样子。第二个也是太慢滑至反方向键，导致连侧身都没有用出来。第3种情况是漂移键放掉了，而导致侧身漂移瞬间断掉。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侧身漂移的实战运用，基本上呢就是用于一些角度不够，必须要用侧身漂移过了一些弯道，像是这里，我们可以用侧身漂移就角度，让车子顺利通过这个弯道，以及新兴火车站的急右弯，可以用侧身漂移加快速出弯去通过。这个呢会比较复杂一点，如果没看清楚的话，可以倒回去多看几次。那么教完了今天最后一个高阶技巧之后，我们来做一个高难度的实战演练。将第1集教学的空喷落地喷形成 CWW 使用技巧，以及侧身漂移、停滞漂移、快速出弯全部融合在一个弯道上做使用。那么先带大家看慢动作指法教学。这边落地喷保留，使用侧身漂移进弯，从氮气滑至落地喷，再滑至刹车，之后点击2下快速出弯之后，再接一个 W 小喷，形成 CWW 出弯。这个是目前这个游戏中这个弯道最快的过法。接着我们用原本的速度再看一次。这个操作手速要求比较高，建议呢先把前面的技巧全部学完熟练之后呢，再来尝试这样的技巧。最后呢，依照惯例再来跑玫瑰之恋，将今天的所有实战技巧全部演练在这张地图上面。那么今天的极速领域教学第2期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今天的教学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未来也会再出第3集的极速领域教学，将会教大家车神级的玩家必备的神级技巧。例如进阶氮气出弯、暴力氮气入弯、弹射甩尾漂移以及平地 WCWW 喷的使用技巧，这些呢都在下一期的教学影片教给大家，那么可以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今天影片就结束咯，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想追这种生活动态，可以到我的 FB 或 IG 点赞。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